为什么20世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美国，在中国的面前反而越来越拉胯了？除了因为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自废武功的歧途上一路狂奔，而这条歧途的名字叫做去工业化。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看似聪明的美国会走上一条自废武功的道路？特朗普时代的美国还有可能重新拾回曾经恐怖的工业生产力吗？说起世界工厂，现在的人们第一反应就是中国，但你们知道吗？在20世纪拿下这个响当当名号的恰恰是今天的世界霸主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就从大英帝国手中接过了世界工厂的接力棒，成了20世纪上半叶工业产值最强悍的国家。真正让世界见识到美国工业可不实力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展现出来的生产能力。短短不到4年时间，美国竟然造了147艘航母。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平均下来，美国几乎是每个星期就有一艘航母从船坞里开出来。而同期拼尽全力的日本总共也只造了25艘航母。这种压倒性的工业产能优势让日本从战争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不仅仅是航母，美国在2战期间的工业产出简直就是一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天文数字。30万架各类军用飞机，从战斗机到轰炸机应有尽有，10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钢铁洪流席卷战场，238万辆各类军用车辆，保障了前线的后勤补给，37万门各种口径的火炮为盟军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支撑。这些数字背后是美国工业机器全速运转的真实写照。为什么美国能有如此惊人的工业产能？因为在那个时代，美国掌握着全世界接近1半的工业生产能力。钢铁产量世界第一，1945年达到了8000万吨，超过了德国、日本、苏联的总和。石油年产量达到了 2.3 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绝大部分。就算是隶属轻工业的纺织工业，美国同样领先全球。砂年产量超过2700万吨，布年产量达到800亿米。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实际上代表着一个国家对全球工业命脉的绝对控制。不光是产量惊人，美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同样令人叹服。当时的美国不仅能生产，而且能创新。从流水线生产方式的发明到各种精密机械的制造，美国工业在技术含量上同样领先世界。这种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工业优势，让美国在2战中不仅能够左右开弓，同时在太平洋和欧洲2个战场作战，还能成为整个反法西斯同盟的后勤总部和兵工厂。正是因为拥有如此强悍的工业基础，美国在2战结束后，面对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挑战时，才能够从容不迫。冷战的本质是什么？是2个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对决，而工业实力就是这种综合实力的核心。美国凭借着强大的工业基础，不仅在军事装备上保持了对苏联的优势，更在民用工业产品上彻底碾压了苏联。当苏联人还在为买一台电视机而排长队的时候，美国家庭已经开始普及汽车和各种家用电器了。苏联人见美国和自己一样玩命搞军备竞赛，可丝毫也不耽误本国老百姓享福，这才逐渐对自己的国家、对社会主义道路失去了信心。那个时代的美国真正做到了工业立国，构建起了一套完整而强大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支撑着美国的经济繁荣，更成了美国称霸世界的根本保障。可是，拥有如此得天独厚优势的美国，为什么后来会选择走上自废武功的去工业化道路呢？既然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工业实力，为什么要选择自废武功这条路？这背后的原因既有市场经济规律的必然性，也是美国白宫政客和华尔街巨头合谋的结果。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去工业化的初期确实有着市场规律的推动作用。2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期，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黄金时代。在这个时期，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大幅提升，生活质量显著改善，但这也带来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副作用：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很多企业，特别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开始发现在美国本土生产已经变得越来越昂贵，利润空间被严重压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开始尝试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海外地区。这种产业转移最初是渐进式的，主要集中在一些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行业，比如纺织、玩具、简单的电子组装等。20世纪70年代，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正是抓住了美国这一波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
凭借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政策优惠，承接了大量来自美国的制造业订单，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起飞，成了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这种产业转移模式看似是一种双赢的安排，美国企业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竞争力，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和地区则获得了就业机会、外汇收入和技术学习的机会。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承接了美国产业转移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在制造能力上不断提升，在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上也在快速追赶。特别是中国，在承接美国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仅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还在很多技术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转变。与此同时，美国的金融化进程也在加速推进。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金融自由化政策为华尔街的疯狂扩张打开了闸门，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管制被大幅放松，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应运而生。这些变化表面上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效率，但实际上却为后来的金融泡沫埋下了伏笔。更为严重的是，金融业的高收益开始吸引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原本应该投身于科技研发、工程制造等实体经济领域的顶尖人才，纷纷转向了金融行业。这种人才配置的扭曲，虽然在短期内推高了金融业的创新能力和盈利水平，但削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后劲。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似乎对这种变化视而不见，他们沉醉于 GDP 增长数字的亮丽表现和美元霸权带来的巨大便利，却忘记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虚拟经济再发达，也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基础之上。当这一切都在悄然发生的时候，很多人还沉浸在美国经济繁荣的表象之中，没有意识到危机正在酝酿。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人们才猛然惊醒，原来美国引以为傲的金融创新和虚拟经济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空中楼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让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损失惨重，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暴露了美国经济结构的根本性缺陷。什么知识经济、金融创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这些华丽的辞藻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面对这场危机，美国民主党政府采取了什么应对措施？量化宽松，说白了就是拼命印钞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股市重新上涨，房地产市场逐步回暖， GDP 数字也开始好看起来。但是这些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一个根本问题，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美国政府会选择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政策？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些真正掌控美国政治决策权的利益集团根本不希望进行真正的结构性改革。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硅谷的科技寡头们，他们已经深度绑架了美国的政治体系，特别是民主党。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只关心一件事：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大收益。至于美国的长远发展，至于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那都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民粹总统特朗普的出现才显得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特朗普虽然在很多问题上都表现得粗糙和极端，但他确实敏锐地察觉到了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问题。他意识到，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美国的所谓技术优势和金融霸权都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他才会不顾华尔街和硅谷的强烈反对，坚持推行制造业回流政策。特朗普的做法确实很简单粗暴，加征关税，施压美联储，强制企业回流。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做法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效率不高，成本很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特朗普的这些政策至少指向了正确的方向。他想要重振美国制造业的努力，虽然方法有争议，但目标是对的。然而，特朗普的这些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时代已经变了。当年美国向外转移的那些制造业产能，现在已经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了。中国不再是那个只能承接低端产业转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已经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完整、最先进的工业体系。这意味着中国在制造业领域已经具备了美国当年那种系统性的竞争优势。从最基础的原材料加工到最尖端的高科技产品制造，中国都有着完整的产业链支撑。这种产业链的完整性和配套能力，不是靠一两个政府的政策就能够轻易转移的。
面对这样的现实，美国想要仅仅依靠关税政策来逆转制造业外流的趋势，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现代制造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完整的供应链网络、熟练的技术工人、先进的生产设备、完善的基础设施，这些都不是朝夕之间能够重新建立起来的。特朗普的关税大棒看似威风凛凛，但面对已经形成的全球产业格局，这些措施显得就很苍白无力。所以，即使特朗普再怎么施压，即使关税再怎么提高，真正大规模的制造业回流也很难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真的想要挽回在制造业领域的颓势，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改革必须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政治决策的垄断，重新确立实体经济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必须培养一大批愿意投身制造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但是，这样的改革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社会共识，需要牺牲很多人的既得利益，需要承受短期的经济阵痛。问题是，美国的政治精英们有这样的勇气和魄力吗？他们愿意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而放弃自己今天的巨大利益吗？美国从昔日的世界工厂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其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内在矛盾的必然。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的时候，当金融投机完全压倒实体经济的时候，当政治决策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衰落就已经不可避免了。美国的今天或许就是所有过度金融化国家的明天，这就是西方历史给我们最深刻的警示和启发。美国将中国视作威胁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了。这些年来，中国也早就已经习惯了接受美国这样的敌视。有一些美国网民对此却并不理解。在美国的某问答网站上，一些美国网民便发出了提问：为什么美国如此害怕中国的崛起，却不害怕日本、印度这样的国家？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如此害怕中国的崛起呢？中国又会如何应对美国的打压与封锁呢？中美两国之间这场激烈的博弈又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呢？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美两国就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联系。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非常迫切的需要来自美国的各种援助，而美国也急于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结局中拉拢中国一起对抗苏联。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结成了合作伙伴。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时不时还会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但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并没有将中国当作潜在的对手。直到本世纪初期，中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的举措，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美国才逐渐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万事依靠美国的小伙伴了。从奥巴马执政时期开始，美国政府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些要求打压和抵制中国的声音，特别是在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升为世界第2位之后，这让美国人感到更加恐慌不安。于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打压就此开始。美国不仅全力限制中国的芯片技术发展，同时也通过加征高额关税的方式，禁止中国的产品直接输入美国。以美国的技术和经济优势，他们的确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初，给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但很快，中国人就找到了在这场博弈当中生存下去的方法。我们通过扩张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逐渐掌握了对美博弈的主动权，同时有效地弥补了美国加征高额关税之后，我国企业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美国人逐渐发现，中国原来并没有那么好对付。在连续几年的制裁和打压手段之下，中国不但没有变得更弱，反而是美国在脱离了与中国的经济接触之后，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原先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和工人都要靠着对华贸易吃饭，在中美两国爆发了经贸冲突之后，这些美国的企业和工人就失去了饭碗，他们也因此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最关键的是，中国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面对美国接二连三发起的对华制裁和限制性措施，中国也很快拿出了反制的手段，而美国也展现出了孱弱的一面。似乎从这一刻开始，中国也真的成为了美国的威胁。中国的第一个反击手段表现在金融市场上。自从美国加强了对我国的打压措施之后，中国选择通过不断抛售美债的方式来增加美国的金融压力。因为美国政府长期保持着不健康的财政状况，到了如今，美国政府几乎所有的运转资金全部都要依靠借债来维持，美债也已经达到了35万亿美元之多。这个数字不仅仅相当于中国、英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经济总量之和，甚至还相当于美国自身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倍。中国在这个节骨眼上选择抛售美债，无疑大大削减了全世界金融投资者对美债的信心。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中国又一次选择做出了抛售美债的动作。经过这一番动作，中国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已经下降到了7684亿美元。更有意思的就是，连美国的铁杆盟友日本也紧跟着中国的脚步开始抛售美债了。尽管日本在抛售了220亿美元的美债之后，其手中持有的美债总数依然超过了11000亿美元。中日两国接连抛售美债，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的第二个反制手段来自于贸易管控。根据我国新出台的稀土资源管理办法，我国政府将来会进一步加强对稀土资源出口工作的管控力度，并严格打击稀土资源走私活动。众所周知，美国的军工企业想要造出举世闻名的装备，就必须要依赖从中国进口的稀土资源。在中国宣布对稀土资源加强管制之后，许多美国的军火商立刻就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地步，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稀土贸易供应链当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可偏偏美国又在外交和军事领域将这两个国家统统拉黑了。这一番操作相当于斩断了自己的手脚。中国的第三个反制措施来自于文化交流领域。今年我国已经宣布对数十个国家的公民采取了免签措施，这无疑是在西方世界里释放了一颗重磅的文化炸弹。来到中国之后，很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印象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西方国家媒体此前针对中国做出的一系列妖魔化宣传，在这些现实面前全部宣告破产。当西方各国的民众看到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果之后，很多人甚至会因此对美国的国家制度产生深深的怀疑，并指出这是美国政府无能所导致的结果。面对中国在文化领域发动的反攻，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几乎没有任何招架之力，因为他们不可能完全拒绝中美双方的民间交往活动。我们在观察了目前中美两国的政治态势之后，不得不承认一个非常悲哀的事实：当前主导美国政治局势的政客大多都崛起于冷战期间，甚至包括美国的现任总统拜登也经常会说出一些冷战时期的旧观点。这些政客的头脑里还保留着大量冷战时期的思维，在他们看来，中国只不过是一个经济上更加强大的苏联，他们根本意识不到中国不是苏联，也不会成为苏联。苏联在上个世纪与美国进行了数十年的争霸博弈，但中国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同美国竞争，而是想让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都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中国虽然和苏联一样奉行着社会主义的制度，但中国推行的并不是像苏联那样的霸权主义外交策略。在中国的外交策略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平等地看待彼此，所有的国家都应该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外交团队才会不断地在中东局势、俄乌冲突中倡导和平与谈判，尽可能地帮助各方凝聚共识，避免冲突。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所做的这一切的确触动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称王称霸的根基。于是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想通过这样的手段来与美国竞争全球霸主的位置。8月1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最新版美国国家反间谍战略文件，也只不过是这场世纪性的博弈棋局中一朵小小的水花。它改变不了美国在这场博弈当中的颓势，改变不了全世界人民追求独立自主的决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只是对当前的世界局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出现绝不是一种偶然的国际政治现象。未来的世界一定会出现越来越多要求为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权益的声音，只不过中国恰好站在了时代的风口上，成为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那么中国自然而然的就会挑起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希望，来同以美国为中心的旧秩序做斗争。放眼当今的世界，只有中国在全心全意地推动全人类的发展，也只有中国才拥有完全颠覆旧世界秩序的能力和魄力。对于这一点，美国的政客也看得无比清晰。所以中美之间的对抗与博弈就成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中国的身后站着的是全球几十亿渴望公平与发展的民众，而美国所代表的国际精英主义者，未来一定会淹没在世界人民的浪潮之中。未来不仅是属于中国人的，更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国当前所做出的一切挣扎，都会成为旧世界秩序的葬送曲。一套更加公平、更加光明的体系，将在旧秩序的废墟上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光芒。